乌克兰加大装甲购买力度，绝不同意割让领土。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称，台湾比乌克兰更重要。以色列摧毁伊朗最后一台先进防空系统，400吨炸药爆破真主党地道。朝鲜逃兵在俄罗斯被捕，叛逃原因竟是太饿了。日本鱼鹰坠机全系列停飞。新加坡建造无人艇母舰。俄乌战争进入到第978天了，装甲车的短缺使得乌克兰在前线的战斗变得愈加艰难，但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正在为乌克兰带来希望。克罗地亚政府近期决定更换其冷战时期的老式坦克和战车，并与德国达成协议，将30辆旧的 M84 坦克和30辆旧 M80 战车出售给德国，随后由德国将这些车辆捐赠给乌克兰。这些车辆呢，将用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提升，特别是即将改编为机械化旅的第156步兵旅。M84 坦克是苏联 T72 坦克的南斯拉夫版本，而 M80 战车是南斯拉夫对苏联 BMP-1 步兵战车的改进版。由于乌克兰军队目前正在使用大量的 T72 和 BMP-1， 这些旧克罗地亚车辆的引入将有助于乌克兰部队迅速整合和投入战斗，进一步增强前线作战能力。60辆坦克和战车足以组建2个营或半个旅的战斗力量，这将使乌克兰的第156步兵旅升级为机械化旅的计划注入更强的能量。值得一提的是，156步兵旅是今年5月刚刚成立的部队，用于收纳乌克兰新征兵法实行后新的兵力。与之一起成立的还有157、158和159步兵旅。当时就有网友指出，这些部队未来会在乌克兰获得装备后逐步转化为机械化旅，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目前需要更多的机械化部队来应对持续不断的战斗。一个乌克兰机械化旅通常需要31辆坦克和93辆战车。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9月警告称，乌政府甚至无法为4个旅提供足够的重型装备，目前缺口接近200辆坦克和600辆战车。虽然乌克兰工业也在通过升级旧车辆增强战斗力，但依然需要从国际上获得更多支持。自俄罗斯扩大对乌克兰的侵略以来，基辅的盟友已经承诺提供约900辆坦克和1400辆战车，但乌克兰在战斗中损失的装甲车数量几乎与收到的支援车辆数量相当。这种装甲车的严重短缺影响了乌克兰新旅的装备情况，尤其是刚组建的第156机械化旅。为了填补这些空缺，乌克兰工业正在努力通过从长期仓库中取出旧车辆，并进行升级来增强战斗力。这些升级通常包括加装附加装甲和改进火控系统，以应对当前复杂的战场需求。然而，依靠国内生产并不足以满足前线的全部需求，乌克兰仍然严重依赖来自国际盟友的援助。时间对于乌克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俄罗斯军队加大对700公里战线上的关键区域的攻击，乌克兰必须迅速装备并部署新旅，以防止俄罗斯的进一步推进。乌克兰的老旅由于长期不间断的战斗，已经非常疲惫了，这种疲惫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第72机械化旅在顿涅茨克州南部的堡垒城镇乌赫莱达尔坚守了2年了，最终在俄军的猛烈攻击下不得已在10月1号撤退，这导致了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南部更大范围的防线崩溃。近日，波兰总统杜达批评了部分西方领导人关于乌克兰因割让领土换取和平的言论，质问为何这些国家不愿意让出自己的领土来满足俄罗斯的要求。杜达的言论呢，代表了乌克兰及其支持者对主权完整的坚定立场。他指出，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屈服于侵略者的要求，而乌克兰绝不会放弃自己的领土。乌总统泽连斯基从战争开始以来，始终坚守在国家最前线。他一再强调，乌克兰不会割让领土，也绝不会用领土换取虚假的和平。尽管在战场上遭遇挫折，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和其他地区的反击仍在进行中。乌克兰军情机构警告称，俄罗斯可能会向库尔斯克地区增派援军，包括部分朝鲜军队，以加强对乌克兰的压力。这些朝鲜部队一直在俄罗斯接受训练，准备投入战斗。
这使得乌克兰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增加。乌克兰的盟友们在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也正在努力地为乌克兰提供外交支持。在最近的国际会议上，多国领导人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不会让乌克兰孤军奋战。西方国家还通过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经济制裁，来削弱其战争能力，试图减缓俄罗斯在前线的进攻力度。此外，美国、英国和其他盟友还为乌克兰提供了培训，帮助乌克兰军队提高作战能力和战术技能。乌政府也在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在武器供应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乌克兰外交部长多次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重型武器以及经济援助，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战场形势和国内的重建需求。尽管形势严峻，乌克兰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依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击，坚决保卫自己的国土和主权。这场战争对乌克兰来说，不仅是领土的争夺，更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乌克兰人的顽强精神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将成为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力量。昨天，大屏报道了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范斯关于要求乌克兰放弃对库尔斯克的占领以及和俄罗斯恢复关系的论调。最近又有新闻报道，万斯表示，相比于乌克兰，台湾对于美国更加重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兼副总统候选人 J.D. 范斯在播客节目中质疑乌克兰对美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他指出，相较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台湾，乌克兰的重要性明显不足，并强调了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关键地位。范斯表示，我认为俄罗斯不应该入侵乌克兰，许多无辜的人因此受害。虽然维持和平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我认为乌克兰对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远不及世界上其他地方，尤其是台湾。他进一步指出，台湾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芯片生产地，其产出的芯片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范斯的话引发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优先级的广泛讨论。从今年7月被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以来呢，范斯一再表态反对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曾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公开表示对乌克兰的局势不感兴趣。此外，范斯还否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将军事行动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可能性。他称这一观点是荒谬的，并质疑普京会在乌克兰之外寻找更多军事目标的动机。范斯的发言凸显了美国在不同地区的利益考量差异，特别是对于台湾的重要性。台湾不仅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供应者，其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从军事角度看，台湾地处西太平洋的核心位置，控制着重要的航道，对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至关重要，确保台湾的安全可以有效维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同时，台湾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美国第一岛链的重要环节，能够为美军在亚太地区提供重要的前沿基地和补给点，支持其军事力量的投放和防御。此外，台湾也是美日等国在地区防御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其防御能力对整个地区的战略平衡至关重要。因此，相比乌克兰，美国在战略上对台湾的支持显得更加必要且迫切。台湾不仅是经济上的重要伙伴，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实现战略防御和威慑的重要堡垒。然而，也有网友指出，范斯的立场呢，并不是非常坚定。也许在未来某天，他就又会说日本比台湾更重要。各位观众对此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中东。近日，以色列对伊朗关键军事目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空袭，以回应10月1号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的空袭目标包括伊朗珍贵的俄制 S-300防空系统，目的是削弱伊朗的防空能力，为后续打击铺平道路。在这次代号为“悔改日行动”的空袭中，以色列瞄准了3到4个 S-300防空站点，其中一个位于德黑兰的伊马穆霍梅尼国际机场附近。这些站点的防空系统原本是用于保护伊朗西部和西南部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包括阿巴丹炼油厂和伊马穆霍梅尼港的能源综合体。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
以色列的空袭对伊朗综合防空网络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些地点的防空系统被削弱后，将更容易受到未来的打击。伊朗的 S-300防空系统是其防空网络中最先进的系统之一，尽管其性能已经显得老旧了，但这些系统在伊朗的防空体系里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俄罗斯目前面临乌克兰战争的压力，向伊朗提供替换防空系统的可能性较低，这使得伊朗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其防空能力。以色列的空袭不仅针对了伊朗的防空设施，还对导弹和无人机制造设施进行了打击，特别是塞姆南省的 Shahd 导弹生产设施遭到严重破坏。ISW 预测，伊朗可能需要数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生产能力。此外，阿拉克附近的沙姆斯阿巴德无人机生产设施也被袭击。这些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向其代理人组织，比如真主党和胡塞武装提供军事支持的能力。以色列的行动还包括在边境附近炸毁了一条 1.2 英里长的真主党隧道，这条隧道内装满了武器和补给品，是真主党精锐部队计划未来入侵以色列的重要通道。以色列军队在隧道里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和食物，并在隧道中安置了400吨炸药，将其彻底摧毁。这次行动的威力如此之大，甚至于在以色列北部地区触发了地震警报。以色列的空袭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削弱伊朗的进攻和防御能力，同时尽量降低以色列自身的风险。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表示，未来可能还会有后续的打击行动，目标可能包括伊朗政府设施或其他战略目标。虽然暂时排除了对核设施的攻击，伊朗方面则威胁将对以色列的袭击做出回应，但尚未明确具体的行动方式。这次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最新体现，双方的对抗正在不断升级。以色列通过精确打击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向其展示了强大的威慑力，而伊朗则在酝酿如何进行报复。这场博弈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持续下去，对中东局势的稳定产生深远影响。之前大兵报道过，有18名朝鲜士兵刚刚进入俄罗斯就发生了叛逃，结果根据匿名情报官员的爆料，这些士兵叛逃的原因竟然是饿得受不了了。据报道称，他们隶属于第一批入俄的朝鲜部队，共计5000人，没想到进入俄罗斯后就被放在了库尔斯克州的一片森林里，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收到任何指令，也没人给他们任何给养。人饿了总得找吃的吧，所以就有18个大胆的士兵决定自己找出路，离开驻地去找俄国指挥部寻求帮助。结果2天后，他们在离原地60公里远的地方被俄国人抓到了。士兵们表示，他们逃出去不是要叛逃，而是真的饿到受不了，想找点吃的。目前关于这些士兵到底是不是逃跑还没有明确定性，不过考虑到他们损害了将军的面子，大兵个人认为他们不太可能回到朝鲜了。对此，韩国政府已向朝鲜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朝鲜此举违反了联合国相关决议。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计划派遣军事情报人员前往乌克兰，以监控朝鲜部队的动向。乌总统泽连斯基也对此事表示关切，认为朝鲜的介入只会加剧地区的不稳定，并呼吁国际社会对此采取强硬立场。美国方面同样警告朝鲜，派兵参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敦促其谨慎行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此则回应较为模糊，表示朝鲜是俄罗斯的邻国和伙伴，并未进一步说明。有专家分析认为，朝鲜可能通过希望参与俄乌战争积累军事经验，为未来可能对韩国采取的行动做准备。如果未来两韩爆发冲突，俄罗斯或许不得不还这个人情。日本防卫省本月23号起与驻日美军、美军太平洋舰队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盟国共同举行2年1度的利剑联合军演，代号利剑25。这是第17次演习，也是在日本周边海空域和基地等举行的最大规模日美联合军演。本次演习共有约4.5万人、约40艘舰艇及约37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加。然而，在演习期间，一架陆上自卫队的 V-22鱼鹰轻旋翼机在起飞时因机身姿势不稳，导致左翼触地受损。事故发生在27号，地点位于冲绳与那国岛的驻地。
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次事故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已经宣布该型机队暂时停飞，待调查结果出炉后再评估复飞。此前，在演习首日，一架驻千叶县的同机型因油压系统故障紧急降落在了鹿儿岛县的陆屋航空基地，同样无人伤亡。日本陆自在昨天深夜宣布暂时停飞旗下的 V22 运输机队，待确认事发原因后，且部队对事故预防有所准备后，再评估复飞。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因其设计特点，既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又能像固定翼飞机一样高速飞行，但其安全性呢，一直是争议的焦点。这次事故可能会重新引发对鱼鹰安全记录的担忧。新加坡正在积极更新其海军舰队，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求。新加坡海军最近宣布，其首艘新型的多用途作战舰已经开始建造，预计将在2028年加入现役。这艘新型舰艇将具备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并且能够支持无人作战系统的运作，包括无人艇和无人机。这款新型舰艇由北欧国家和新加坡共同开发，排水量接近8000吨。远超过新加坡海军现有的可畏级巡防舰，预示着新加坡海军将迈入一个新的时代。新加坡计划总共采购6艘这种新型舰艇。在新加坡新科工程造船厂举行的龙骨铺设仪式，象征着这款新型军舰建造工作的正式启动。这款军舰的设计采用了模块化，使其能够适应不同的作战需求，并且预计将在2028年成为海军的一员。届时能够操作无人载具执行多样化的海上任务。虽然这款新型舰艇的具体性能参数尚未完全披露，但根据海军新闻报道，这款舰艇的人员配置相当精简，仅需要80名官兵就可以操作。它将装备76毫米主炮，并且可能配备云母和阿斯特防空导弹以及蓝毛反舰导弹。此外，这款舰艇的设计概念图显示，其舰尾可能设有坡道，以方便无人艇的进出。同时，直升机甲板也可能为无人机提供操作空间，使其成为未来海上作战中有人与无人载具协同作战的关键平台。新加坡海军的现代化进程还包括计划引进至少4艘无人艇以及4艘新型潜艇，其中2艘无敌号和完美号已经服役，另外2艘辉煌号和独特号预计将在2028年之前交付。这些新装备将大幅提升新加坡海军的作战能力。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